第一课：健康习惯。我一直在思考如何保持生活中的健康平衡。这一点很重要，像休息这样的小事就能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是的，我经常忘记从工作中抽身休息。短暂休息有助于放松身心，提高注意力。没错，散步之后，我感觉效率更高了。运动也至关重要，它能提升精力和改善情绪。我同意，我尽量在日常生活中加入一些运动。太棒了！你喜欢哪种运动？我喜欢早上慢跑，这能让我头脑清醒。慢跑是个绝佳的选择。我更喜欢瑜伽，因为它能让人平静下来。瑜伽对增强柔韧性和放松身心都非常有益。它还能帮助我缓解一天工作后的疲劳。说到放松身心，充足的睡眠也至关重要。是的，优质睡眠可以改善整体健康状况和注意力。我睡个好觉之后，总是感觉好多了。睡眠是身体恢复能量的方式。那么，您还有哪些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建议呢？保持水分充足也至关重要，水有助于维持能量水平。说得对，我有时候会忘记喝足够的水。这种情况时有发生，设置提醒会很有帮助。我一定会试试，让我们一起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吧。第二课：梦想目的地。你有没有去过巴厘岛的乌布？不，我还没有去过。我听说那里很美，尤其是稻田。是的，它们太美了，郁郁葱葱的梯田令人叹为观止。那宁静祥和的氛围听起来真棒，我几乎都能想象到那场景了。这里简直就像天堂一样，你能听到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。听起来真宁静，我好想在那儿放松一下。你一定要去看看，那里还有很多美术馆。艺术画廊，我喜欢探索当地的艺术和文化。乌布被誉为巴厘岛的文化中心，你一定会爱上它。我可以想象自己漫步在集市中，发现独一无二的商品。没错，而且食物也棒极了。我听说过很多关于巴厘岛美食的评价，你最喜欢哪道菜？我非常喜欢印尼炒饭，它是一道味道鲜美的炒饭。听起来真好吃，我下次去一定要尝尝。别忘了尝尝新鲜的椰子水，非常清爽。我会把它加到我的清单里。有什么游览建议吗？一定要抽出时间去参观寺庙，它们美丽而宁静。我喜欢探索历史遗迹，这能丰富旅行体验。你在乌布
一定会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。我等不及了，谢谢你的精彩推荐。祝愿未来有更多精彩的冒险，探索更多新的地方。第3课，周末度假。我太期待我们的小木屋之旅了，一定会很完美。当然，我也会带几本书。真是个好主意，在如此宁静的环境中放松阅读，一定很惬意。没错，没有什么比在壁炉旁读一本好书更惬意的了。你有没有特别想看的书？我正考虑买你推荐的那本小说。是讲神秘岛屿的那本书吗？你一定会喜欢的。但愿如此，我喜欢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。我还会带上我最喜欢的旅游杂志，它或许能给我们的下一次旅行带来灵感。听起来真有趣，我们可以在那里规划未来的旅行。你觉得我们应该带些游戏来娱乐吗？没错，棋盘游戏是温馨夜晚的完美选择。我有一个经典的儿歌，我们可以玩，它总是能逗得我们哈哈大笑。我好兴奋，玩游戏和看书一定会让我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。别忘了带零食，我们需要很多好吃的。当然，我会带些爆米花和巧克力。太好了，我们可以在小木屋里一起看电影了。这注定会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周末。没错，祝您放松身心，享受美好时光。第4课，亨德尔的遗产。你知道亨德尔于1742年8月返回伦敦吗？我没有。他当时在准备什么？他当时正在为他的著名作品《弥赛亚》创作清唱剧。啊，弥赛亚，这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。没错，这音乐震撼人心，令人动容。我能理解为什么这本书能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。是什么启发他创作了这本书呢？亨德尔想创作一些能够振奋人心的作品。这是一个崇高的愿望。他在创作过程中遇到过什么挑战吗？是的，他必须克服经济困难和批评。他克服重重困难，坚持不懈，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。的确如此，他对事业的执着令人敬佩。弥赛亚的首演是什么时候？该剧于1742年在都柏林首演，之后才来到伦敦。真有意思，在伦敦的反响如何？伦敦观众起初有些犹豫，但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时间竟能改变人们对艺术的看法，真是令人惊叹。当然，亨德尔的作品至今仍在世界各地演出。我非常希望有一天能去看一场弥赛亚的演出。你应该去，
现场音乐的体验真的非常美妙。让我们共同庆祝亨德尔等伟大作曲家的不朽遗产。干杯！让我们继续一起探索音乐的世界吧。第5课，高效的学习习惯。我制定学习计划表，安排每门科目的学习时间。听起来是个好主意。你是如何安排时间的？我根据每门科目的难度，为每个科目分配特定的学习时段。这真是个好主意。你的日程安排里也包括休息时间吗？是的，我总是会时不时休息一下，让大脑放松放松。你通常休息多长时间？我每学习1小时后会休息5到10分钟。这听起来很有道理。我如果学习时间太长，经常会注意力不集中。没错，短暂休息有助于保持专注。你有什么保持学习动力的秘诀吗？设定小目标可以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，能给人带来成就感。那真是个好策略，我也应该开始这么做。此外，和朋友一起学习也会更有趣。我同意，讨论话题和互相提问很有帮助。此外，它还能让学习不再那么孤单。如何选择先学习哪些科目？我先从我觉得最难的科目入手，这样我才能在头脑最清醒的时候应对它们。有道理，我通常会先从简单的科目入手，建立自信。2种方法各有优点，这取决于个人喜好。我下次学习时会尝试你的方法。祝愿大家学习高效，考试取得好成绩。第6课，计划1日游。很高兴听到白天公交车每15分钟一班。是的，这意味着我们将有充足的时间去体验这个节日。没错，我们完全不用着急。你最期待在电影节上看到什么？我非常期待那些美食摊位，我听说那里的街头小吃非常棒。美食永远是旅程的一大亮点，我迫不及待地想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。现场还会有音乐表演，我喜欢发掘新的乐队。听起来真棒，音乐总能增添节日气氛。你觉得我们应该列个清单，写下我们想做的事情吗？真是个好主意，这有助于我们保持条理清晰。或许我们可以先看看美食，然后再去欣赏手工艺品。是的，我也想去参观艺术展览，他们应该会很鼓舞人心。太棒了！我们应该留出一些时间进行一些即兴的冒险。没错，有时候最美好的时刻都是意料之外的。说到计划外的事情，你觉得我们会遇到熟人吗？完全有可能，
这个节日吸引了很多人。如果在那里碰到一些朋友，我不会感到惊讶。那一定很有趣。祝您今天充满精彩。干杯！让我们尽情享受节日时光吧。第7课，发现伯吉斯页岩。你知道吗？伯吉斯页岩中蕴藏着世界上最重要的软体海洋生物化石之一。我竟然不知道，听起来太有趣了。这些化石是什么时候的？它们可以追溯到中寒武纪时期，那是生命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。真是不可思议。软体生物在化石记录中通常很罕见。没错，这些化石的保存为我们了解古代生态系统提供了独特的视角。那里发现了哪些种类的生物？许多奇特而美妙的物种，其中一些与我们今天所见的任何物种都截然不同。我非常喜欢通过这些化石来探索古代海洋的想法。是的，它们中的一些拥有不同寻常的身体结构，挑战着我们对进化的理解。对于古生物学家来说，研究如此独特的标本一定令人兴奋。的确如此，伯吉斯页岩改变了我们对地球早期生命的看法。我想知道，我们是否终有一天会发现更多关于古代海洋环境的信息？这就是科学的魅力所在，总有更多东西需要学习。我现在很想多了解一些古生物学方面的知识。你应该去，它会为你打开一个全新的探索世界。让我们一起探索我们星球过去的奥秘吧。干杯！让我们继续参观展览吧。第8课，人道主义承诺。在参与人道主义救援任务之前，我们承诺遵守行为准则。是的，这条准则对于确保我们以合乎道德和尊重的方式行事至关重要。你认为这段代码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？我认为尊重当地社区的原则至关重要。当然，了解他们的文化和需求至关重要。我们必须倾听并接纳他们的观点。没错，关键在于支持他们，而不是强加我们的想法。我认为诚信至关重要，我们应该始终诚实待人。没错，透明度能够建立我们与社区之间的信任。团队合作呢？这也是我们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当然，齐心协力一定能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实现目标。而且，它还能让体验更加愉快。没错，共同的挑战往往会使彼此的关系更加牢固。我很高兴能结识新朋友，并向他们学习。我也是，这次任务将是一个绝佳的成长机会。让我们在遵守我们行为准则的同时，做出积极的贡献。干杯！让我们做好充分准备，好好享受这次经历。
第9课，探索心理学。我听说您正在考虑攻读临床心理学方向的课程。是的，没错。我认为这对我的职业发展目标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听起来是个很有发展前景的领域。你打算专攻哪个特定领域呢？我正在考虑专攻儿童心理学，我觉得这门学科非常有趣。太棒了！与孩子们一起工作意义非凡。我同意，帮助孩子管理自己的情绪至关重要。你是否有与儿童共事的经验？我去年在夏令营做过志愿者，那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。听起来太棒了！你最喜欢他的哪一点？我喜欢看孩子们表达自己的方式，他们的创造力令人鼓舞。孩子们对世界有着独特的视角。没错，我想让他们感受到被理解和支持。你有没有想过要使用哪些具体技术？我对游戏疗法很感兴趣，它能让孩子们通过游戏进行交流。这真是个绝妙的办法，它非常有效。谢谢，我相信这能为他们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。您下一步在攻读该专业方向方面有哪些步骤？我计划继续进修相关课程，并寻求该领域的实习机会。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很好。让我们一起探索激情，创造价值。干杯！让我们继续在各自的人生旅程中互相扶持。第10课，猜谜游戏的乐趣。你玩过猜谜游戏吗？是的，我超爱玩。你经常玩吗？我尽量去，这是和朋友们共度时光的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。当然可以，你不用说话，通过肢体语言来表演一个词或短语，让其他人来猜。没错，难点在于如何通过手势传达信息。我玩游戏的时候总是表现得过于戏剧化。这样就更有趣了。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用来表演的词语？我喜欢模仿动物，模仿动物通常既简单又有趣。动物真棒！我曾经假扮成企鹅，大家都笑了。听起来太滑稽了，我都能想象出它摇摇摆摆的样子了。你呢？你玩猜谜游戏时最难忘的时刻是什么？我曾经表演过放风筝，结果大家都立刻猜出来了。太棒了！猜谜游戏中时机至关重要。确实如此，有时候最简单的做法反而最有效。没错，你更喜欢和一大群人一起玩，还是和一小群人一起玩？我都喜欢，但人多更热闹。我同意，人多的时候，那种活力是会传染。今晚我们来比比谁能猜中最多的单词吧。
接受挑战，愿最佳演员获胜。第11课数字讨论。你听说过即将举行的关于数字趋势的小组讨论吗？是的，我去过，这似乎是个不容错过的盛事。我完全同意，这些讨论的话题在今天仍然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。他们将重点关注哪些具体趋势？他们将探讨人工智能、社交媒体和新兴技术。这些都是我们数字时代至关重要的领域。参加这些活动能获得哪些好处？与会者将直接从行业专家那里获得真知灼见。听起来很有启发性，向最优秀的人学习总是大有裨益的。此外，还将有机会与志同道合的人建立联系。建立人脉可以促成激动人心的合作。当然，今天建立的人脉关系可能会促成未来的项目。这就像播种，为明天的成长做准备。没错，而且互动问答环节也会非常精彩。我喜欢观众能够与演讲者直接互动，这让讨论感觉更加个性化和生动。你最期待的是什么？我很想听听大家对科技未来的预测。预测既令人兴奋又令人畏惧，不是吗？确实如此，事物发展如此迅速，真是令人着迷。小组讨论或许能为即将面临的挑战提供一些思路。是的，了解挑战对于做好准备至关重要。我相信这次活动会激励很多与会者。在瞬息万变的数字环境中，灵感至关重要。讨论过程中你会做笔记吗？当然，我计划记录下每一个有价值的见解。那真是个好策略，它有助于记忆信息。此外，事后分享这些见解也将使他人受益。没错，知识共享就是知识倍增。我迫不及待地想参加这个活动，这将是一次难忘的经历。第12课，绘制冒险地图。我记不起我们讨论过的那个迷人小镇的名字了。我明白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，确实令人沮丧，不是吗？确实如此。不过，如果您需要的话，我可以给您在地图上标出位置。那太好了，地图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有用。就是这里，这个标记点就是城镇应该建的地方。啊，我看到了，它就在河边，对吧？没错，从那里看到的景色一定非常优美。我能想象那里的美景。你以前去过那个小镇吗？是的，我去过。我还记得那些古色古香的小商店和友好的当地居民。听起来真不错。
你还记得关于它的什么其他内容吗？那里有一家很棒的咖啡馆，供应最美味的糕点。糕点听起来真诱人，我很想尝尝。你绝对不会失望的，它们简直太美味了。现在我更想去了。附近还有什么地方吗？这里有一个美丽的公园，人们经常在那里野餐。在公园野餐听起来是个完美的计划。确实如此，我们可以带上自己最喜欢的零食。我将准备一份美味的三明治和一些水果。我可以带些饮料，让我们保持清爽。太棒了！看来这次旅行会非常愉快。我迫不及待的想和你一起游览这座小镇。我也不能，这肯定会是一次难忘的冒险。让我们敲定计划，开启这段旅程吧。第13课，拥抱变化。我认为我在加拿大生活的头5年是最具挑战性的。我能理解，搬到一个新的国家可能会让人不知所措，不是吗？没错，一切都感觉不一样了，从天气到文化都是如此。是的，我刚搬来这里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感受。对你来说，最难的是什么？我一开始语言很不通，沟通起来很困难，令人沮丧。语言障碍可能非常棘手，你是如何克服这一挑战的？我上了语言课，还和朋友们练习，这对我帮助极大。这真是个好方法，沉浸式学习确实能产生奇效。确实如此，我也从看电影和读书中学到了很多东西。这真是个巧妙的方法，寓教于乐是很好的老师。是的，除了语言之外，适应天气也是一项挑战。寒冷的冬天对新来者来说可能会是一个不小的冲击。没错，我还记得我的第一个冬天，我完全没有做好应对下雪的准备。我感同身受，我感觉自己一踏出门就会僵住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渐渐爱上了冬季运动，滑雪成了我的新爱好。听起来真刺激，我喜欢在冬天滑冰。只要你接受它，冬天也可以很有趣。那么文化差异呢？这些都需要时间去理解。参加当地的节日庆典让人受益匪浅。是的，我发现社区活动是建立联系的绝佳方式。建立友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不是吗？当然，朋友能让任何地方都充满家的感觉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认为那些年对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我也有同感，挑战往往能带来个人成长。没错，更好的生活往往来自于克服困难。让我们拥抱变化，在这个美丽的国家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。
第14课，参与民主。公民充分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至关重要。我完全同意，知识是健康民主的基石。你认为获取信息的最佳途径是什么？阅读信誉良好的新闻来源是一个很好的开始，你不觉得吗？当然，不过我们也应该考虑不同的观点。是的，了解各种观点至关重要。参加社区会议也能提供宝贵的见解。这是一个绝妙的建议。积极参与当地事务至关重要。它赋予个人有效表达意见的能力。没错，积极参与可以带来有意义的改变。说到参与，你登记投票了吗？我已经投过票了。投票是表达个人观点的基本方式。的确如此，每一票都对最终结果至关重要。此外，这也是一个支持与我们价值观相符的候选人的机会。没错。您认为这次选举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？我尤其关注教育和医疗政策。这些都是影响每个人的关键领域。是的，知情投票有助于塑造这些政策。你觉得参加辩论怎么样？辩论可能会很有启发性，你觉得呢？没错，辩论能揭示候选人的立场和思考过程。此外，他们还经常强调彼此方法上的差异。没错，这的确是衡量谁真正代表我们利益的好方法。我认为这样的讨论能够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选择。是的，而且它还能培养公民责任感。让我们鼓励朋友们也参与进来。真是个绝妙的主意。声音越多，民主就越好。携手合作，我们可以创建一个重视参与的社区。而这最终将带来更强大、更有活力的民主。我对我们能够产生的影响感到兴奋。第15课，幸福新习惯。我必须说，我最近开始经常去公园散步了。听起来很棒，你的体验如何？真是令人神清气爽，新鲜的空气和美丽的自然风光真的让我精神焕发。我能想象，待在户外确实能让人平静下来。是的，我也开始睡前阅读了。阅读是放松身心的绝佳方式。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呢？我最近在读一本悬疑小说，很喜欢，故事情节引人入胜。悬疑小说真精彩，你是不是觉得很难放下这本书？恰恰相反，我读书时经常忘记时间。这就是一本好书的标志。养成这些新习惯后，你感觉如何？
我感觉更放松了，也更容易入睡，这很有帮助。我应该试试。我经常晚上偷偷刷手机。你知道，那样会影响睡眠。读书要健康得多。你说的对，我还是改看书吧。你绝对不会后悔的。好的故事有一种神奇的魅力。我同意。你在公园里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喜欢的地方？是的，这里有个安静的角落，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湖景。听起来真迷人，我真想去看看那个地方。下次我可以给你看看，这里非常适合反思。我会很感激的，大自然总能给我们带来灵感。确实如此，简单的习惯竟能如此改变我们的生活，真是令人惊叹。我期待将这些习惯融入到我的日常生活中。我们一起努力，就能互相激励，坚持下去。第16课，希望的力量。我认为希望是我们生活的基石之一。当然，希望可以成为黑暗时期的一盏指路明灯。是的，即使我们只有一线希望，也能有所作为。说得太对了，希望赋予我们坚持下去的力量。它就像一颗小小的种子，可以长成美丽的东西。我完全同意。你生活中有哪些充满希望的例子？我记得我曾经在工作中遇到过棘手的情况。发生了什么？我感到不知所措，但希望让我专注于寻找解决办法。太鼓舞人心了，希望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。没错，这激励我们继续前进。你是否也在困境中感受到过希望？的确如此，在人生低谷时，希望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。这很有力量。你如何在生活中培养希望？我专注于积极的自我暗示，并让自己身边围绕着支持我的。这真是个好办法。积极的能量是会传染的。是的，我也从坚韧不拔的故事中汲取力量。他人克服逆境的故事可以点燃我们自身的希望。他们提醒我们，在奋斗的路上，我们并不孤单。而这种希望可以带来非凡的结果。正是如此，它激励着我们的梦想和抱负。你有哪些梦想让你充满希望？我渴望环游世界，体验不同的文化。听起来真棒！旅行可以开阔我们的眼界，温暖我们的心胸。你呢？什么样的梦想能给你带来希望？我梦想着创办自己的企业，并有所作为。那真是一个崇高的梦想，你的热情一定会闪耀光芒。谢谢，只要心怀希望，我相信我一定能做到。让我们携手拥抱希望，
追逐梦想。